今天我要來搭的是台北前往新加坡長榮航空的商務艙。嘿，沒錯，就是被長榮背叛那集的後續。大家是不是等了很久了呢？可能也沒有，我算什麼咖？但不管怎樣，這集終於來了，我們就把這段背叛的故事說完吧。我們3、2、1，起飛！Hello， 大家好，我是 Ben， 我幫大家簡單複習一下上一集發生的事。長榮商務艙大阪飛台北，預定787變成777，我很難過，發了影片，然後就變我最高播放量的影片了。原來大家喜歡看我受傷啊！好啊，那我以後都賣慘片流量，然後被酸民酸影片沒重點，碎念很煩，我就是如此的 M。但之所以這支影片距離上一支拖那麼久呢，主要還是因為這兩段都變成了777的商務艙了，等於說我這兩支影片的內容會有蠻高的重疊，所以我就想說過一段時間再發好了，讓大家多看看其他航空公司先。然後就到現在了，那我們事不宜遲，就趕快跳到上一集的終點來開始這一集的起點吧 ，Go Go！早安啊，各位，這裡是晚上的桃園機場。其實我是可以不用入境的，行李甚至原本可以直送新加坡。但我為了拍長榮在桃園機場的報到流程給大家看，特地選擇在台北入境，是不是很有愛？但你知道什麼更有愛嗎？那就是你可以用我的名字 Ben Chen 來獲得額外4個月的 Surfshark 服務。沒錯，想不到吧？ It's finally my turn。VPN 就像一個超能力，可以讓你在網絡上瞬間傳送到你想去的地方。我們作為一天到晚飛來飛去的人類，常常都要面臨不同國家及地區對於不同消息的封鎖及開放。比如說，我今天看到台灣的串流平台上我最愛看的動漫了，我興奮的打開 APP 才發現我人在加拿大看不了。這個時候，你就跟哆啦 A 夢一樣，掏出你的超能力 Surfshark VPN，將網絡上的你一路衝回台灣。從此之後，你就可以跟那個沒辦法在加拿大看動漫的你 wave goodbye 了。除此之外，使用 Surfshark VPN 還可以確保你在公共 WiFi 上保持安全。它可以阻擋惡意訊息和駭客的侵擾，還可以隱藏你的 IP 位置，並且嚴格的無日志政策，讓你不會被查看瀏覽記錄，不會被推送廣告。他們在140個地區有4500多台伺服器，讓你可以安心的在世界各地的機場隨心所欲看你想看的東西。只要一個賬號就可以在無限個裝置上使用，真的物超所值。你還在等什麼呢？立即點擊 surfshark.com/benchen 或用優惠碼 benchen 就能額外獲得4個月的 Surfshark 服務哦。好的，一個突如其來的無情業配，我們感謝衝浪鯊魚爸爸贊助這支影片。我們剛剛聊到哪？哦對，我要拍長榮的報到流程，那就來吧。大概在凌晨4點左右就可以看到長榮地勤準時來上班了，真的好辛苦，給他們拍拍。長榮在桃機使用的是2航，大概有一半的櫃檯都是他們的。不同艙等使用不同牌，而商務艙跟鑽卡會員當然是使用最接近安檢的14牌嘍。毯子當然也少不了，沒辦法，誰讓我們是尊貴到多走一點路都不行的人類？那過完安檢海關，我們就直奔貴賓室去看看吧。長榮在桃機有4個貴賓室 ：The Club、The Star、The Garden， 跟我們今天要開箱的 Infinity。就不要進去後發現進入5條悟的領域展開，直接被 Infinite 的資訊灌爆。但基本上，如果你只是商務艙的話，就只能來這個貴賓室，其他3個是給高卡會員用。你不是的話，就乖乖刷吧。然後還有一件事就是，這個貴賓室其實4點半才開，所以4點準時進來的我，其實在門口稍微等了一下。沒錯，我們讓那些需要凌晨爬起來、大概非常厭世的工作人員稍微做一下準備。4點就要來上班，只能說真是辛苦了。OK，4點半準時進入。我之所以想趕快進去，是因為我真的超級無敵想洗個熱水澡。你只要跟櫃檯講，他就會把你的登機牌當抵押，然後給你進淋浴間的房卡。沒錯，這裡沒有領域展開，只有淋浴展開。這裡一共有4間的淋浴間，而我這次抽到的是璀璨星空。這裡空間很大，洗漱用品也是應有盡有，牙刷、梳子、棉花棒、浴帽、杯子、乳液，2個吹風機跟長榮的毛巾。至於洗頭洗身體的瓶瓶罐罐，只是 L'Occitane 的。不用問我這個牌子到底好不好，但至少這是我會在 mall 裡看到的牌子。那在機場待了1個晚上後，一個香噴噴的熱水澡真的是 out of this world 哦，所以才叫璀璨星空嗎？哦 ，OK， 閉嘴。反正我現在洗完澡非常的舒服，之後再簡單刷個牙，我覺得我就又滿血復活了，很棒。現在化身拖鞋戰士，跟我一起來好好探索這個貴賓室都還有哪些其他設施吧。首先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 locker room， 2個電腦大的商務中心，跟蠻可愛 Hello Kitty theme 的親子盥洗室。繼續往裡面走呢，還可以找到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顯示我的航班的航班表，跟一些雜誌提供給你看。大部分椅子都是帶有插座的，很多椅子設計的也比較有包覆性。但考慮到長榮航班那麼多，人多的時候應該
還是會偏擁擠，窗戶看出去也是剛剛報到櫃檯那邊，而不是室外的 tarmac， 所以這點就有點小可惜。但這些對我來說都不是重點，重點還是在 buffet 的部分吧。來看看早餐都有什麼東東可以吃吧。我洗完澡的時候，食物都還在陸陸續續的出來，所以我覺得大概等到個5點半左右才會有比較多吃的。早餐雖然不是特別精彩的一餐，但這裡的選擇我覺得還是蠻多的。喝的部分就有咖啡、果汁、牛奶、熱豆漿跟各種軟飲。當然，如果你想要早上5點就開喝，我想也不會有人阻止你的。適合拿來當早餐的選擇也不少，有地瓜、包點、水果、沙拉吧、三明治、麵包吐司、優格跟粥加各種配料等等，非常經典的早餐選擇。那如果是說想吃比較偏正餐的話，其實也有像炒時蔬、金瓜米粉、蘿蔔糕、豬肉餅、馬鈴薯、荷包蛋這些偏熱炒的菜。最後甜點當然也少不了，酥餅、蛋撻、糕點、哈根達斯的冰淇淋也通通都有提供。那知道今天會吃很多的我，就努力克制的隨便拿一點來吃。我魚蛋三明治吃起來就是早餐店的味道，也算是滿足了我這次不能入境吃早餐的遺憾吧。台式米粉呢就沒有不好吃的，每次在國外待久了都會好好珍惜能吃到米粉的機會。燒麥就我只能說meh。推薦大家有機會的話，可以來溫哥華吃吃看這裡的點心，吃完就回不去是真的。那其他我夾的像蘿蔔糕、豬肉餅跟荷包蛋就都還不錯，沒什麼特別的印象。我只記得我身為蛋撻控，嗑了超多蛋撻，雖然皮有點厚，但小小的吃起來很方便。最後那個奇異果汁喝起來有股奇怪的酸酸化學味，我沒有很喜歡。但整體來說，我還是吃得很滿足，選擇很豐富，中式西式都有的同時，但又都是偏台的味道，是適合台灣人的口味。而且聽說平時午餐跟晚餐更好吃，所以就很可惜這次吃不到，沒辦法，只好等下次有機會再來咯，到時候再拍給大家看。好啦，那在貴賓室鬼混了一陣子之後，感覺也差不多是時候去登機口看飛機了。今天的登機口 C1 是這個沐浴森林主題，對於今天的目的地花園城市新加坡，我覺得非常貼切。OK， 來看飛機。今天搭乘的是長榮航空 BR225 波音777-312。長榮航空目前一共有33架的777-312，是長榮機隊中絕對的主力，平均機齡逼近13歲了。而我今天搭乘的這架 B16730才9歲左右，相對要年輕一點。這時候地勤也準備開始呼叫 Group 1登機，沒錯，就是我的 Group。長榮的777一共分3種座位布局，商務艙的話就沒什麼差，但論經濟艙的話，77A 跟77M 的333 configuration 明顯要比77B 的343要好。我去算了一下，發現33架裡面有12架是77M， 11架是77A， 剩下10架是77B。是我的錯覺嗎？但我怎麼感覺我每次搭到的都是最不好的77B？包括我這次，總共配備了39席的商務艙、56席的豪金艙跟258席的經濟艙。But hey，至少這次不關我的事。777的商務艙就通通都一樣，非常的公平。椅子是反魚骨式的 Zodiac Series Seats， 我知道之前 Part 1就有介紹過了，但半年前的影片，我來試試看這次能不能講得更詳細一點。一坐下來，空服就立刻上來提供迎賓飲料跟冷的濕毛巾。不想一大早就開喝的人類，推薦你們點長榮的鳳梨汁，看看這個粘稠度，喝起來真的超爽的。真材實料，應該我比較想喝芭樂汁，但鳳梨也可以啦。同時，空服也會跟你確定機上餐點加飲品，以及吃飯的時候要不要像你小時候不想去上學時把你挖起來的老媽。只能說當空服也真是辛苦了，感覺如何溫柔叫人起床也是一門學問，不能跟老媽一樣吃過去給我起床。好，冷靜，我們先拉回來。平台上面放了食物跟飲料菜單，飲料的部分就是非常的豐富，一堆選擇。晚一點給你們看我點了什麼。至於吃的部分，則是有3種不同的選擇：中式、西式跟黃喜精選。我自己早餐是偏向喜歡吃西式，所以這次會給大家看長榮西式早餐可以期待些什麼。OK， 然後我們再來看椅子上已經預先放好的其他東西：枕頭、棉被、拖鞋、耳機。枕頭、拖鞋跟耳機的 quality 都很棒，這些在上一集也都有出現過，所以這裡就快速給大家看一下。重點放在上一段沒有出現過的棉被吧，是真的有厚度的那種棉被哦，不是經濟艙那有點可憐的毛毯，感覺很舒服。期待等一下躺平睡覺的時候可以窩成一隻毛毛蟲。但在那之前，我們先把椅子的其他特徵先介紹完吧。頭枕是皮的，椅子本身只是刷刷刷的織物。椅距跟椅寬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夠用到 irrelevant， 但我還是把數字放在這邊。你的2隻手都有他們專屬的墊子，靠走到那邊只是可以上上下下，就跟我的可悲人生一樣。
你的安全帶是自帶安全氣囊的，這裡感謝上一集幫我補充的各位大神們。然後收納空間的話，你可以在腳那邊找到2個，靠窗那邊的1個，靠走道上面的 coat hook 跟靠走道下面的 literature pocket， 裡面塞了清潔袋、安全須知跟飛行雜誌。以商務艙來說，這個椅子的收納空間不算優秀，但還有沒人跟你搶的頭上置物空間，所以基本上還是很夠用啦。不夠的話，可能就是你 duty free 買太兇了。OK， 我們再來看看你的迷你控制台，旁邊這裡有可以操控前面娛樂系統的 PSP， 2個 USB， 1個萬能插座，只有1個會亮的大頭燈，跟一個迷你的小頭燈。往手臂那邊靠，還可以找到一系列讓你可以躺平的按鈕。沒錯，現實就是如此的殘酷，只有有錢人可以躺平，沒錢的話，誰鳥你啊？那以上呢，就是長榮777商務艙的座椅環境。我有漏掉什麼嗎？哦對，差點忘記前面那幅來自80年代的畫。整體來說，我覺得這個椅子還是很 OK 的，即使是有一定年齡的產品，坐起來也還是非常的舒適。但我也會誠實的說，看着其他航空公司一個一個推出越來越浮誇的商務艙，在這個比較下，很難不去認為這確實是有一點點 outdated 了。但好消息是，長榮好像要在2026年升級他們部分的777咯，不知道會是個怎樣的升級，但感覺可以期待一下。好啦，那時間也差不多了，飛機開始倒退的同時，還剛好可以看到跟我沒有緣分的787。雖然沒有到你的商務艙，但如果各位對長榮787的經濟艙感興趣的話，還是可以點右上角看起來喲。飛機好像要起飛了，我們就先出發前往新加坡吧。等一下空中見嘍。Alrighty， 歡迎大家回來看我快睡着的臉。Bear with me as I quickly introduce the in-flight entertainment system。777商務艙的熒幕是15.4寸，不爽可以收起來的 HD 熒幕。至於軟體的部分，我每次做長榮影片都要重複說一次，現在已經有點詞窮了，但基本上就是該有的都有啦。117部的電影選擇、電視節目、音樂、遊戲、購物、飛行地圖跟菜單，對，就是一個很好用、現代、功能全面的娛樂系統，沒什麼好抱怨的。我比較想跟大家聊的是長榮的網路。我當時搭的時候只有半個小時的免費網路，全艙等都一樣。但現在長榮的政策已經全面升級了，所有艙等都可以免費享用到不同程度的無線網路，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裡。而且現在到2026年的3月，長榮還剛好推出活動，只要是乘客就都可以享用到最高無線瀏覽網站的程度。只要是在長榮配有網路的787、777跟 A330就都可以。唯一需要注意的是，瀏覽網站是沒有到可以視訊、語音跟連 VPN 的程度的哦。所以大家也不要覺得可以在飛機上 work from home 跟老闆開會，就不要到時候卡到回去被老闆定，別怪我沒提醒你哦。好的，很棒。看了1.5英後，我期待已久的飛機餐也終於要上了。在空服潑完 fancy 的桌巾後，首先上的是我叫的飲料，優雅的美酒。沒錯，是早上10點前就開喝的我，但也大概只有美酒有辦法讓我這樣。長榮還很有心的把瓶子跟那個梅子一併附上，儀式感一下就上來了。然後沒過多久後，早餐也跟着上來。這次吃的是乳香白醬嫩煎海三鮮法式吐司。第一印象就是 Bloody hell， 這個分量也太大了吧！有鹽旋麵包、什錦果麥、水果優格。更多的水果搭配麵包的奶油和草莓醬，跟調味用的鹽和胡椒，而且都吃西式的，當然也少不了那多到不知道在幹嘛的餐具刀叉。我最後也絕對沒有拿一支叉子一路過關斬將，絕對沒有把小時候學的餐桌禮儀通通忘光，絕對沒有。抱歉老媽。反正呢，全部都非常好吃。麵包的部分是空服會給你一籃麵包讓你選，我就選了垮送跟吐司，有點後悔拿了2個，因為吃完我真的撐到不行。即使其他那些水果、優格什麼的都相對清爽低負擔，但我還在很努力的從剛剛貴賓室的 food coma 中緩過來。我的肚子已經吃到快爆炸了，飽到我都忘記原來主餐還沒上。話說鹹的主餐這樣後上是正常的嗎？怎麼感覺水果當後上會比較合理？不懂，但
來都來了，我們繼續努力。這個法式吐司口感有點神奇，跟我想象中的法式吐司不太一樣，很像在吃 pancake。但我也承認，到底什麼才是正宗的 French toast， 我已經搞不清楚了。至於其他的海鮮跟蔬菜，就都是優秀的發揮。沾一點白醬，讓食材更有味道的同時，又不会到說過於重口味，好吃好吃。然後我就不知不覺把它吃光光了，相當滿足。那到最後，雖然我已經超級無敌飽了，但我還是一直盯着他們家的抹茶奶茶，好奇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味道，所以我就叫了一杯來喝喝看。哦，各位不推，空服有提醒我很甜，但我就是個不聽話的西丁拉布，真的超級甜，而且還是熱的，就變得很膩，真的不行。所以各位大家還是要乖乖聽空服的話哦，不聽空服言，吃虧在眼前。好啦，以上就是這次長榮航空商務艙的西式早餐，我覺得是好吃的，選項也十分豐富。我只想說，下次貴賓室要再多控制一點。我已經不是高中時那個肚子跟無底洞一樣的我了，吃太多只會不舒服。控制博勳，控制。那在吃飽後，按照慣例，當然就是起來消化消化，順便來參觀一下廁所咯。商務艙的廁所大概是經濟艙的1.5到2倍大，而且是木地板，有種比較溫馨的感覺。廁所裡提供的 amenities 也不少，面紙、插座、紙巾、杯子、馬桶墊、baby 台、衛生棉、清潔袋跟可調整水溫的水龍頭，基本上該有的都能找到。比較不一樣的是，瓶瓶罐罐這次是 Ideology 的 Facial Mist、Body Lotion、Aroma Mist 跟 Hand Wash。一樣 ，I have no idea how prestigious this brand is, but overall it's a good bathroom， 真的沒什麼好抱怨的。我們就回到自己的座位，然後進入睡眠姿勢吧。我真的累死，現在只想當一隻毛毛蟲。醒來的時候估計也快到新加坡了，我們就到時候見嘍，安安。嗨，各位，我已經到新加坡了。在下飛機前，空服都還有發一次糖果。我之後當然也以第一批的身份拿到我那年有 Priority Tag 的行李。以上呢，就是我這次從大阪經台北飛新加坡整趟長榮商務艙的全部。是時候來總結一下了。雖然第一段遇到有點小狀況，但我還是很開心，這輩子有機會可以體驗一次商務艙。從幾乎不用排隊的報到櫃檯、貴賓室的使用、優先登機、美味豐富的飛機餐、能躺平睡覺的座椅，到最後可以提早下飛機、提早拿行李，一切都變得非常 seamless， 很開心有機會能夠記錄下這第一次體驗。那當然，商務艙好歸好，偶爾搭一下當然很棒，但這支頻道我還是會繼續以經濟艙開箱為主。畢竟這個頻道的目的本來就是希望能給大家經濟艙的大部分人帶來更多有用的資訊跟幫助。所以，如果你也覺得這個目標還不錯的話，也再拜托幫我按讚、分享、收藏、訂閱嘍。我的 IG 在這邊，我如果有飛的話，也會在那邊同步分享。想要看更多深入個人分享的，也都可以加入我的會員。感謝大家看到這裡，你們都好棒。下一集也是時候來開箱另外一支影片的續集了 ，ANA 的寶可夢彩繪機。哦呦，好期待哦！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嘍，拜拜。